上周7位议员率先完成面试。嫁给我，分手吧！我不要北京的机会。太求你了！别再装了！好好看，太感动了。我很喜欢他的表演。本周面试继续，议员们又会带来怎样的表现？我们继续。好，有请下一位学员延安。各位监制好，我叫延安。接下来我根据我的 PPT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25岁，我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本科。在我艺考之前，其实学的是舞蹈，学的中国舞。我自己感兴趣，所以就决定去学习表演。在艺考当中拿了一些第一吧，这是我参演的一些作品。我有一丝明智。哥，接受吧，我不是接生子，您再疼爱我。也唯有我能助殿下在无声中搅动风云。为什么要到半山你才没爱我？凭什么剥夺我向上跑的权？放手去做，总比在原地徘徊好。入股，亏，只要你有危险，我一定会出现。他这一次真的可以记得我了。比较近期的就是这个九重子，宋汉。他其实本人比上镜好看。这个九重子直播主播大出圈。这个主播可能老师们不懂，就是主播的一个昵称，我谐音梗啊，对，就是谐音，一个昵称。我那个直播呀，然后什么这种，你知道他那个吗？笛子舞。对啊，我现在满脑子像那个吹笛子，搞笑男，巨可爱。其实我平时是一个精力很旺盛的。这么个货，好可爱，对，过度活跃，对，其实是我们在九重子剧宣的一个直播，大家看到之后很喜欢，所以近期会有一些热度。然后其实我也很开心，我觉得特别幸运，因为我觉得作为个人的性格，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和大家的关注，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并且，就是我不想说表演对我来说是我一定没有不行，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爱好，我喜欢演，所谓的直播也好，或者是我去跳舞，我去唱歌，然后所有这些其他也是我的爱好，所以能够把自己的爱好和职业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我非常感激，谢谢监制们。我先说啊，你是我那个上海戏剧学院的师弟啊，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放松一点，刚才打自己的嘴把我吓了一跳。那还有就是在你说我不一定非要当演员，然后它是你的爱好，你作为三大院校的本科生，你应该以职业演员的态度去对待演戏这件事情。就是可能我刚才表达的意思有偏差。因为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爱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我爱它，可能这个词它程度可能偏低，但是我在开机之后那几十秒、几分钟，我可以不用做自己，我可以去当别人，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可以给我带来快感的。这个也是我觉得赞同，就是可以令你忘记本来现实生活。这个也是我爱表演的，因为我觉得像说我搞不定一切，但是我在戏剧里面我可能会好一点。对，我准备了一个小才艺，我自己编了一点，才艺啊，给监制们看一看。好。哇，很有身材，重的，哇，很有身材，对呀，很壮，有练功啊。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酒连营。800里烽辉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哦，哇！好酷！好。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样子，因为我觉得你的样子就是一个青春最好的一个积极向上的样子，而且你本身就是一个，就不管你在哪里，这个苗子里就是80分的一个苗子。我觉得你就是我认为的明星的样子。谢谢范老师，不得了了，对不对？这是个很高的评价。对呀，很好，很好。谢谢老师。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看到这个资料里面说你有容貌的焦虑是为什么？其实就是在我拍《九重紫》之前，参与过100次以上的试戏，都是没有试上的。即便是真正到《九重紫》了，我可能也被贴过说古装丑男的标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有怀疑自己的时候，是不是自己的条件不够好，长得不够好。那我的自信心在那个时候是肯定是受了打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找到自己，肯定自己，定住自己。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刚才舞剑那一段的眼神的定力。你要保持住你的一个定力，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刚出来的一些年轻演员，他知道粉丝喜欢他什么，他就尽可能的展现自己的那一面，知道别人喜欢什么我就去做什么，但是一定不要迷失自己。你现在只是有些许稚嫩，但是时光和阅历会给你很多，我非常看好你。谢谢老师。其实我也挺喜欢你这张脸的。哎，对，而且很多变化，真的。演反派合适，很标准的反派。这很超现代的脸，超现代脸，对，超现代，就是比现代更未来感多一点。来，我出题吧。好。父亲一直不支持你做个演员。在父亲生日的当天，父子俩又为此引发了争执。我可以请吴镇宇老师吗？哦，好吧。那你是跟我一起住的吗？还是不跟我住啊？我觉得其实可以，这个矛盾就是很久没见了。好，来，预备，开始。生日快乐，爸！谢谢你哦，太感谢你了，还记得我生日哈，还记得我是你爸。我给你转了5万块钱。那怎样呢？没有怎样。那我感谢你。我只是想说，叩个头嘛，跟你啊。干啥呢？啊？干嘛呢？在我面前耍什么情绪呢？我们这么久没见了，你没觉得我有变化吗？不是我们那么久没见，你没觉得我有变化吗？你很久没来见我，你没觉得我有变化吗？你为什么要一直对我这么残忍呢？为什么？我真的搞不懂，我真的搞不懂。我们多久没见？你记得吗？2年多了。为什么呢？我叫你不要当演员，你偏要去当。你看你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我们这个行当压力多大呀！他当了一辈子的演员，哼。
为什么手在抖啊？看 ，OK， 很好，不错，很好了，很好了。谢老师，真的，我挺喜欢你的。我觉得你是一个心里非常有谱的人，所以你会能够知道你接收什么，就是你特别聪明。如果你在现场，肯定就是那种一点就通的人。对呀，很好很好，因为没有台本，他已经心目中他只有一个起伏。我是先一个自己的状态，年轻人要慢慢变得去关心爸爸。为什么手在抖啊？他给观众看到他3个不同的起伏。为什么手在抖啊？为什么手在抖？你瘦了好多。而且还有你的形象亦正亦邪，就条件很好，条件很好，不管是声音对吧？这声音也很好啊，声音、对，那个形象条件都很好，跟他的样子很配的。我反倒觉得你过去的很多作品没有把你的一些个人的特色和魅力展现得更好。我觉得未来你是很有这样的机会的。谢谢老师。我觉得他听了振宇哥的词，有反应多一点，我觉得会更好。我跟你讲，你使我记到我当时有一个新的演员来见我。见你谁呀？也是帅帅的。说他是那个混血儿，我说不像混血儿啊，这是这个中人啊，他说他是中日混血儿，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混血儿是红的，就都不要了，那是谁呢？那是谁呢？那是金城武。当年金城武是一个新人，我觉得他跟他有点像。我讲这个故事就是说，你今年才24岁，可是你要好好的，你提升你的演技，有一天你碰到好的导演，你就出来了。明白。而且你在这个积累当中啊，你会丰富自己很多东西。遇到一个大反派，你就马上就火了。我最喜欢你的笑容，你的笑容真的给金城武可爱啊，是吧？好，哇，好好做。谢谢。听懂了吗，金城武？我现实。金城武厉害了，给你这个名字不得了了。延安听懂了，延安听懂了。好，谢谢。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无负成长记升级新玩法，简纯为了激励大家无限超越，特别打造简纯无负担小站小程序，选谁去演出，选择权在你们手上。进入小程序，选出本场最无负担的简纯男生、简纯女生。无限超越班由进口旗舰大6座沃尔沃全新 XC90 指定播出。治胃痛还养胃，本节目由39胃泰牌养胃舒战略合作播出。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无负担超好喝的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好，下个选手傅首尔。这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对。他是奇葩说的辩论选手，辩论冠军。口才很好，口才很好。对。嗨，你好。各位监制，大家好，我是无线艺员傅首尔。我先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一档辩论节目，所以会吵架是大家对我的第一印象。这个印象并不刻板，它非常生动。所以呢，我就有了很多机会进入到影视剧里面去吵架。哎，我的小少爷，你来这里干什么？哎，我就来看看。胡言乱语。这里是女客院落，看什么看？你说苏主任是不是独断专行？他事先都没跟我招呼一声，就叫分包商来结算，结果人家来了没钱，就在我们财务部闹。喊出我们的口号：越努力，越努力，越努力！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因为在一档节目中表现出色，所以我得到了很多的机会去演戏，然后我演了很多生活中的人物。如果说演过戏就叫演员的话，我觉得我能算是一个演员。但是如果有代表作才算演员的话，我觉得我不能算是一个演员，因为我心里其实非常清楚，别人给我机会其实是看中了我某一个标签，符合这个戏里人物的一个形象。那我呢，因为也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女性话题人物吧，所以我身上有很多的标签。可以说，如果你曾经吃了这个标签的红利，你就有可能踏这个标签的房。就我觉得蛮公平的嘛。在去年的时候，可能大家也看过，就是在网络上有一个关于傅首尔标准长相的标签，其实是一种事实上的容貌攻击。因为呢，他将我本人性格中的某一方面放大了，然后跟我的长相联系在一起，从而去攻击别的女性。说实话，我从小就被容貌攻击过，然后小时候很自卑，但是我长大以后，我其实不太受此困扰。因为即便我不是主流审美中的美女，我觉得我也成长为了一个自信的和闪光的自己。我想在这里对很多在平台上还在被攻击的女性朋友说，成见是一座山，但是我觉得你还是有很多办法，你可以绕山而行，你也可以愚公移山，你还可以在自己心里建一座山。就像我喜欢的一本书名也想分享给大家，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其实热度也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你一种被关注、被理解的幻觉，同时也会给你被误解、被恶意解读，但你又无能为力的一种痛苦。那我离完婚之后，我也在写剧本，然后我为什么来参加无限超越班，就是想探索中女的无限可能。今天特别巧，录制的时候正好是我的生日，我已经42岁了。我其实很为我成为今天的我而自豪的，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遗憾，这么多年来，我心里真正敬佩、欣赏和羡慕的人，就是有作品的人。其实我现在参演的戏啊，很多都数据很好，然后戏的质感也不错，然后我就想说，以后真的能有机会去好好的演绎一个角色，所以这是我来的目的。然后谢谢各位老师。果然厉害啊，嘴巴很溜，哎，不断的讲。Talking 真厉害。先祝你生日快乐。谢谢。你一直觉得你的样子会限制你的演出吗？也就是说，你觉得你的形象比曾志伟还差吗？没有，我没有觉得我的形象很差。其实我是真的觉得我越长越好看的。我比20岁的我可好看太多了。我觉得我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还更能够散发我自己的。其实形象绝不局限于演员。你看包租婆是吧？那多精彩演的。是的。因为你说你没有代表作嘛，但是我会觉得你的代表作就是傅首尔本人。没错。就像你说的，这就是你的标签。这个标签因为太深刻了，大家喜欢你也是因为你是傅首尔。但是呢，你不可能摘掉这个标签。不管你说你自己漂亮也好，不漂亮也好，但你就是一个智慧的女性，就是会被欣赏的女性。但你也演了5年的戏了，所以你演过所有的戏里，你觉得你演什么演得最好，大家最喜欢？会吵架的女生。
那这样好不好？因为我们确实看你之前表演的戏，大部分都是放的啊，吵架呀，这种抒发这种情绪。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小小的尝试，就你前面是情绪饱满的，在抒发，在吵架，但是你后面突然一下收着演了，演一些内心里的一些细腻的东西。好，出个题目哈，前夫意外离世了，今天的你去找前夫的现任老婆，想要回应得的遗产。那我邀请刘涛老师帮我演一下。我一看就像前夫的老婆。那刘涛老师你坐在这儿吧，然后我就到了你工作的地方。哇，我就来了，我就来闹，真不给我面子。就来这边闹，太好。那我们在旁边就演同事了，是吧？那么都可以参与了，都可以参与了。来，预备，3、2、1，开始。刘涛，老婆，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前夫的遗产是不是都被你拿走了？我儿子1分钱都拿不到吗？他的遗书上都没有我跟我儿子的名字。不是你前夫的遗产是人现任妻子的。对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您谁呀？我是他同事啊。我们的私事你可以不要管吗？你打扰我们工作了。路见不平有人铲吗？没事，老李。人家的事由让你解决吧。不是你让我在这说的吗？你说呀。我是不是想要体面一点，叫你出去说呀？你想怎么说都行。你非得让我在这丢人，我无所谓。你当初抢我老公的时候，这笔账我没跟你算，因为你不会承认。没关系，刘涛，男人我让给你，我不要了。没有男人可以活，没有钱我活不了。我告诉你，你是真不知道他为什么离开你吗？因为他得了肺癌。他要死的时候跟你发消息，你为什么不回？你说他只会装可怜。现在你跟我要钱，我告诉你，这个家是我的，钱是我的，男人是我的，儿子都是我的。他喜欢的是你，他得肺癌也是跟你说的，他都没有告诉我。这个钱应该是我儿子的，我要送他出国读书。傅首尔，1分1毫都不能少。我想告诉你，你很多事情真的不知道，他真的有事瞒着。从你们结婚之后，他每个月都开始存钱，每个月2400块钱，因为他说24号是你的生日，他存了13年，买了2块币。他说15年水晶婚的时候送给你，他想说，他就是死也只爱你。你在跟我说笑话？结婚的时候他就给我了，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离开你之后所有的财产。他问我嫌不嫌弃那2块币，我说不会，人我都要了，鬼我还怕吗？现在这个钱你拿去吧。不是，我们觉得可以。我觉得对不起老师，我其实是你还是挺冷静的。我其实是没有进去的，就是对，我自己能感觉到，真的。其实我谢谢刘涛老师一直在带我，因为他得了肺癌，跟你发消息，你为什么不回？你说他只会装可怜，对手太强了。真的对手太强，真的对手太强了，对手太强了。他掌控台词太过厉害了，几乎不经过这里。他组织能力特别强，他用这里去反驳人家，但演戏要这里出来的时候，所以有些
你在这里运作跟这里运作是不一样的。对吗？你懂我意思？我懂。就你是个辩手的时候，你是需要理性的，你是需要强大的逻辑的，但是演戏不是，演戏是需要感性的。对。其实因为你没有认真的在听我跟你说的事儿。为什么我们永远要老生常谈，表演3要素：真听、真看、真感受？对，因为你总是想着你自己要说什么，对，然后就不听对手在说什么了。但这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还是内心不够放松啊。先放下自我。就有太多的壳，太多的面具在保护自己，在生活中，所以你很难说在表演中一下子打开，蛮难的，这需要生活中的训练。我觉得郝蕾老师讲的特别精准啊，就是因为我们是一类人，我们都是靠盘逻辑和表达为生的人，我们这一类人最害怕的是叫失控，所以我们其实时时刻刻是要把那个事情想象好，解决方案有节奏有应对的，所以你就缺少一个东西叫涌现。我觉得在演员表演里，尤其是对手给了你情绪之后，当你是真听真感受的时候，你的感受会涌现。你要凭你的本能的涌现去表达，而不是靠你脑子想的逻辑跟安排去表达。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允许自己失控，你不失控的时候是不会有的。是不是平时就是说你习惯了不想让别人看见你脆弱，就是还是什么？他是的。对，我觉得郝蕾老师说的挺对的，可能当时一下有点带入到现实中的自己，可能想要撑住。你需要给自己一种练习，叫什么？找痛点。因为你现在你很难进入这个角色，就是因为你自己内心里的痛点不想放出来。其实就把你关在房间里面，不想让你看到那个悲哀，放到我们前面。你独处的时候，很多时间都是绷不住的，就要把这样你不愿意呈现的给它放在这里，你就是这个意思了。其实我平时在日常生活中是个蛮敏感的人，我是有点想哭的。我觉得他其实说的挺对，就是有点要撑在那里，不让自己崩溃。然后这个当演员不行，不能带入到戏里。我可能真的要把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我，就是把它放到这个演员的这个身份里。好，谢谢各位老师，生日快乐，非常感谢，生日快乐，非常感谢，生日快乐，加油加油，我会进步的。好啊，有信心是好的。姐有没有特别想尝试的一些角色？我其实原来想尝试女侠什么的，但是那天尔导突然说柔弱女子，突然好像打开了我心中的一道门，也提醒了我，如果我在生活中不能脱去铠甲，我在戏里可不可以？我要是能做到，我这次真的可是没白来啊！好，请3位学员李慕辰，加油，加油，加油！马上要上台了，喝一口碱醇，为自己打打气吧。加油！各位监制老师们好，我是演员李慕辰，我已经出道9年了。在我前6年的演艺生涯里面，我跑组了有上百个，然后靠自己的能力试戏，试到了18个角色，然后我也很荣幸参与过很多一些比较爆款的作品，然后也演出了一些观众比较眼熟的角色。秦放，他骗了我，我就把他揍了，我还打断他一条肋骨呢。超模都是这个样子，懂不懂啊你？起来，收拾东西，滚犊子！咱这疙瘩容不下贼。虽然我很幸运，因为这样的作品其实播得挺好的，但是我也很直观的能够感受到，我在长剧市场一直是一个替代品。因为像《余生请多指教》里边的33，还有《梦华录》的葛兆娣，其实都是旧场来的。在2022年，我们影视行业直线寒冬的时候，我的这个困境就会越来越明显，我越来越接不到自己想要去的剧，想要去的角色，
只能够一直作为一个填补，但是我不想这样。我当时一度就是觉得，要不我转行吧，然后后来我在想说，因为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表演，我很热爱演戏，所以我就选择了去拍短剧。然后在拍短剧的这3年，我差不多也拍了有16部的作品，就很幸运有2部，2023年的《招惹》和2024年的《执笔》都成为了行业标杆的爆款。然后现在被誉为说是短剧唯一 S+ 演员。我是一个可以演各种各样角色的，然后扮相扮成什么样子，可能放在一起他根本就认不出来。所以呢，我就有这个情况，说的比较好听的就是。高情商发言就说我是巨抛脸，演什么像什么。那还有大部分的观众就会觉得我是没有辨识度。对啊，不应该就这样嘛？当演员，你管我本来面目是什么？可是你看吴老师，你都不记得我啊？你们合作过？您记不记得，就是有一个摩托车，这里有个摩托车，然后在这里系鞋带，然后穿外套。我就教你怎么摆那个，我认不出你来啊，就是那个造型。所以嘛，我就是没有辨识度啊，我就是巨抛脸。但是确实，你换了赛道之后，把你放到了 S+ 的第1梯队里，哇，对你来说其实是帮助很大的，有了更多的机会。所以你自己要平衡，你想怎么选择？你未来的计划，你有什么期待？就是可能真的是不停的往前走，走完之后还是发现我还想往回倒一下，感受一下最开始的那种表演的感受。而且在最以前表演的时候，导演会给我很细致的调戏，哪怕有一句话说的不对，他都会调。可是我现在是听不到其他声音的，就我现在演任何短剧，就演什么，我说不对不对，导演再来一遍。他说我觉得很好啊，可以过了。就是他好像我现在怎么做都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些是非常不对的。现在就是哪里都觉得怪怪的，说不上来。所以呢，我这次来到了无限超越班，我希望这一次可以让观众，可以让大家记住我。我是演员李慕晨，我不仅仅想成为短剧的唯一 S+ 头部演员，我也想努力试试看，我是不是有能力可以做到行业首选 S+ 女演员。你怎么说你是没有伞的孩子呢？其实呢，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3无演员，我是一个没有学历，然后没有背景，没有公司的演员。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其实我就很喜欢表演，我想要去上那种演艺类的学校，然后就说没有钱。你去考过吗？我考的机会都没有。然后后来，所以我就最初的时候我是干的其他工作，然后是靠自己的兴趣爱好，说从当模特啊，然后拍平面，然后拍广告，然后再慢慢的开始拍剧的。呀，咱俩的路是一样的啊，真的，我也是去当群众演员、拍广告、当模特，咱俩是一样的，但我们都是很幸运的人。是的。我为什么要在他们出题前一定要抢着问这问题？就是我要给你点自信，我看好你。谢谢李成儒老师。OK， 我想知道你在演短剧里面，你最擅长演什么？最擅长的是复仇是吧？好啊，我们就看看你怎么复仇吧。找一个同伴吧。我找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同伴吧。哎，又来了。OK， 预备，坐下。3、2、1，开始。小小，小小，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你别害怕，别害怕，我在呢，我帮你检查，我在呢。可是你觉得我应该救你吗？小小，我们俩在福利院一起长大，一起吃饭，一起睡觉，
们同时喜欢上的小裙子、鞋子、书包，只要你喜欢，我都给你。还有我们之前喜欢上的那同一个男生，我也让给了你。你喜欢的我都让给了你，为什么？可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小小，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可以离开我？你怎么可以离开我？告诉我，我不允许你离开我，我不允许你离开我，你不许走！我们两个，我们是一辈子最好的姐妹。我们两个，哒哒哒，打造千龙年为龙高。好 ，OK。好，我觉得真的应该给李晓发张卡了，因为我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看他，对，真的演得很好，虽然没有台词。好，谢谢。这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演员演的是人，对吧？人是和人之间是人物关系，那你们俩的人物关系是什么呢？我看不出，我也不相信你们是朋友。你在刚刚走出来的时候，一开始是要表现什么？小小，怎么样表现？她是你最好的女朋友了。第二，她背叛你什么呢？第三，在这个里面，你的心情的转变是怎么样？怎么突然就变成一个有好朋友？你想复仇到这个什么程度？极致，电影一定要极致。因为我现在看到的，我的理解是，你们两个是孤儿院一起长大的，你最在乎的好朋友，你从小到大你什么都让给他，你这个让是你心甘情愿让的，还是你不心甘情愿让的？我觉得其实是不是特别心甘情愿吧，就是我觉得我付出是需要得到回报的，我是需要你一直待在我的身边，你得听我的，你要不听我的，那你就不要了，就是这种感觉。因为你进来的时候，你拥抱他的那一刹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假的。你别害怕，就是我没有看到有一刹那，是因为你真的在乎他，因为你真的怕失去他，你是心甘情愿让给他的，因为他是你最在乎的。所以你说我什么让给你了，我什么让给你了，不用说的太重，只要你喜欢，我都给你。你喜欢的我都让给了你。我都什么都让给你了，你再看着他的时候，但是你还是要背叛我。我越想越涌动，越想越涌动，到最后我就是才会有一种情绪到了一个极致，我自己都控制不住我自己，我把你给完了以后，看到他，又刺激到了自己，就是你的一个内心的表现，是有情绪的波动，而且有一个细节，就是你这个角色他杀过人吗？那是你最好的朋友，你拿刀捅他好几下。我不允许你离开我，你不许走，你不许走，是吧？那个血会喷出来的。如果真实的状况，你作为一个小女孩，你不害怕吗？拿刀自己都吓死了，就自己都慌了，对吧？你看起来像一个职业杀手，刚刚。所以你封住他的嘴是一个不太高明的选择，因为他讲对白的时候会有空间给你让你
你现在你就没时间出，只有进去，跟着你觉得，因为他讲你有杂念，哎，可以收整啊。如果他有跟你对一下的时候，是不是？听他说，看他的台词对你有什么刺激？如果他大声嚷了，你再给他贴上都行，对吧？对不起，李崇儒老师，让您失望了。没事儿，你下边你会表现得更好。你来就是学习嘛，对不对？所以接受每个人的意见，给自己多一点进步的空间，就是你来的目的了。对，所以我来到这个舞台呢，就是希望老师可以多多批评我，然后多给我一些这个练习的机会。希望我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不会发挥不好。好，谢谢，谢谢。有请下一位学员于玉涵。加油，孩子！加油，加油！加油，小弟弟！一定会非常好啊！弟弟感觉紧张，紧张疯了。走哪边？我要睡在这儿。11岁就加入这个 TF 家族了。练习生。他零经验的这个。老师们好，我叫于雨涵，今年刚满18岁。我比他大10岁。你比他大20岁。你嚷嚷什么？你把这麦按上。我刚进公司的时候是在重庆主城训练，但我家呢是在区县，挺偏远的，所以我只能住在公司宿舍。很多人呢去公司上班，会觉得自己是牛马，但我这7年真的感觉把公司当成家了，因为1年回家的时间也就1-2周吧，习惯了身边没有家人的感觉，所以我的成长都是靠身边的朋友们支撑的。因为这7年也给了我这份勇气，所以我就想来这儿学习更多的东西。所以新人于涵，老师们多多指教。然后呢，我没有任何表演的经验什么的，我的爱好是唱歌、跳舞，还有弹吉他。因为我没有影视作品，我就只有舞台上的照片。没了。没了。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哎呀，谢谢，谢谢。所以没有正统的表演。对，他们就是按唱跳舞台来培训，对，根本就是往idol的路走的。到你现在为止啊，你是想走idol的路线呢，还是演员的路线呢？我喜欢唱跳，所以我会一直坚持下去。但是呢，我还是很年轻，所以演戏也是我未来想要拓展的方向。因为其实我自己挺好奇的，就自己有一天能出现在荧幕上或者电视剧上，我很好奇我当时自己是什么感受。不是你喜欢吗？就是你喜欢演员这个职业吗？你想做演员吗？把孩子问懵了，您把人家问怕了。我可能有点紧张过度了，就已经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说什么。你想做演员吗？还没搞清楚他的人生，我们不要帮他规划他的人生。哎呀，挺快乐的，你看这样想，别就让他再快乐一点。所以我觉得顺着你那个路去吧，好不好？享受这个过程一定要，我们一定会教你，因为为什么我愿意教你呢？你空白的。对对对，这能搞定的哈。你什么都没演过吗？就是比如说很小的一个角色。可能只有我们公司内部的搞笑的那种，就很不正经。小品。对，小品那种。要不就随便先演一个，演完了再看看，要不然确实一点不了解。对，要不然不知道该说什么，要不先演一段吧。我们当玩吧，好不好？啊，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小品是演那个《甄嬛传》，当时我是演那个一个公公。对对对，当时就有一个画面，他们让我去滴血认亲嘛。啊，不用解释了，演。就直接演吧，好。这，